在我们数位转型的领域中，可以将数位的知识跟技能融合到各个不同的领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讲师呢，是我们 Bravo AI 恰霸智能的沈生勋技术长，大家可能有看到技术长已经有分享他的画面了。那 Bravo AI 恰霸智能呢，主要是在做融合金融保险服务与人工智慧的金融机构软体服务。那目前是台湾市占率最高的保险科技技术服务供应商。那他们做这些技术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大幅减短保险的核保理赔流程，并且建立更准确的风险模型。那技术长本身呢是台大电机系出身，除了在 Bravo AI 负责技术研发之外呢，也有在悠游卡公司担任独立董事。那他同时也有斜杠行销、摄影、平面设计等领域，非常的广。那技术长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他是怎么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让自己可以同时斜杠这么多领域呢？今天就请沈生勋技术长为我们分享。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今天我们时间宝贵，所以我就很快的来开始。然后因为好，大家应该看到我的投影片，就是可以看到投影片，我们只有60分钟，但是这边投影片有超过100页，所以我会用很快的速度讲。所以如果有点太快的话，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等下还有 Q&A 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再交流一下。好，那所以今天的这个重点呢，其实是让大家就是透过介绍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现在生成式 AI 的工具有哪一些。那可能大家在前面的课程都已经大概听过一些，比如说包含 ChatGPT 啊，或是 Midjourney，或是Microsoft 的 Copilot。那可是其实在这一些软体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应用，而且它是在不同领域都有的。所以今天呢，就是我来做一些抛砖引玉，让大家来看一下到底现在这个技术的前沿有哪一些东西正在走。那所以这个是我的自我介绍，就是主要是 Bravo AI 的技术长。好，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概论哦，就是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呢，比较像是在帮大家拓展想象力的边界。那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它发展太快，那甚至说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分享呢，可能明天就跟今天的东西不一样了，因为随便哪一个软体，它只要它出了这个新的功能，或者说突然有一间公司把他们的服务就是上架，然后给大家使用，那可能就跟我现在讲的状态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做的事情比较像是抛砖引玉，希望用这个方式让大家脑力激荡，就是说，哦，原来世界上有这样子的应用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它看起来很远，但其实很近。那所以我会从日常生活的这些流程里面出发，希望给大家拓展想象力的边界。那我们的应用范围到底有哪一些呢？除了像文字啊，或者说思考工具、思维方面的之外，还有包含说影像类。那影像类的话，就可以分成是生成影像跟编修影像，还有说其实跟语音相关的这些技术也有，所以语音的生成、语音的编修处理，再来就是音乐。语音跟音乐算是音讯的，就是这两个很主要的领域嘛。那他们在今年都有了非常大的进展。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灰色的，就是叫做动态影像生成。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AI 能够生出静态影像之后，再进一步让它动起来。那这块真的很厉害，甚至是上个月或是上周的新闻。那今天不会特别的讲，但我还是想要来让大家看一下，说现在动态影像生成可以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用一些影片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一个东西叫做 Sora，Sora 是 OpenAI 底下的另外一支产品。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ChatGPT，那也可能听过这个 DALL-E 3，但这个 Sora 是一个他们还没有开放给大家使用的，但他们用了很多方式，就是吊足大家胃口。今天的回归主题，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think outside the box，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眼界可能是这个白色框框，但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外面的世界长怎样，或许就会不一样。所以就用这张知名的梗图。那这个梗图大家可能有印象的是框框里面嘛，所以我们也通过生成式 AI 把外面的这个世界想象出来。那晚点会 demo 说这样的功能怎么做。OK，所以今年呢、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这个就是有在讨论生成式 AI，可能有这几个。第一个是 ChatGPT，然后这个 Photoshop 里面有个功能叫 Generative Fill，然后再就是 Midjourney。那其实除了这3个之外呢，就是其实还有，像我们刚刚介绍了好几个领域嘛，所以包含说像 Adobe 的另外一个底下的软体叫 Adobe Podcast，它有个新的功能叫 Speech Enhance，就很厉害。然后还有 Suno 是拿来做生成音乐的，然后 Eleven Labs 是很厉害的生成语音的软体。所以
今天会快速的 go through 这6个软体，所以 Midjourney，然后这2个都比较是做影像生成的，然后 ChatGPT，然后生成这个语音叫做 text to speech，然后 Podcast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录音呢，即便是你用手机，或是即便你在像我们现在 Team 上面我们侧录下来的声音，它可能很不清楚，对不对？但其实只要丢到这个 Speech Enhance 里面，你可以得到录音室等级的语音。然后 Suno 就是歌曲版的 ChatGPT。好，那我们就二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ChatGPT 的应用的一些东西。那前面可能大家听过一些这个老师分享说，比如说包含你可以拿来做资料分析啊，拿来做一些东西规划。那我们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再讲的详细一些。那今天会提到的 ChatGPT 应用呢，主要都是 ChatGPT 4。那 4跟原本的这个功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它有附加很多的外部的这些功能，但是它要钱，所以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它1个月的月费大概是600多块台币左右。那当然，如果你是免费账号，你还是可以使用 ChatGPT 3.0，但等一下以下这些功能它可能就没有。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它从了闭系统变成了可以联网的系统。意思是说，其实以前啊，GPT 它是一个大脑嘛，那它背后的训练资料其实是这个预先准备好的。那个资料呢，它收集到的时限就是到2021年，所以你如果问他一些很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艺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社会新闻，他不会知道。那但是现在呢，新的 GPT 可以联网，所以它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就像是有了眼镜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它也串接了这个其他产品的整合，所以 OpenAI 的另外一个产品叫 DALL-E 3，它其实就是跟 Midjourney 差不多，它可以透过文字去生成图片，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ChatGPT 生成图片，然后它也可以接收图片资讯，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问它这个图片里面的东西，那也可以做语音的输入跟输出，你可以像是在跟它聊天一样。然后可以读表格嘛，这个应该大家多少都听过。然后就是界面被整合了，好，所以可以联网。我们用了一张截图来证明哦，就是好，我就问 GPT 说，哎，那请帮我用 Wikipedia 搜寻台湾最新的这个公开数据，请问目前总人口数多少？那我希望他不要用胡诌的方式嘛，请他告诉我就是有凭有据，所以请提供我连结。好，所以他就说了，2023年4月呢，台湾总人口约为23.3500万，这个是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语法，所以才会长这样，所以大概2335万，然后提供一个 Wikipedia 连接，那我们就点进去，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数字，就是这个是台湾的这个人口状态的英文维基页面，然后第一行就开宗明义说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数，所以这是可以联网。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 DALL-E 3，它串接之后我们要如何应用嘛？所以举例来说，我今天是一个新闻社的小编，我想要把刚刚那个台湾的人口数画成一张 social 的图，然后发在 Facebook、IG 或是其他社群上面，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其实我的 prompt 也非常简单哦，就是我就跟他说，请用 Wikipedia 搜寻，因为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帮我做资料验证。诶，他的图跑不出来。OK，好，那所以请让他告诉我这总人口数多少，然后另外呢，就把这个总人口数呢只抓前4位数，因为我们2000多万其实就前4位数嘛，然后以图像呈现，而且这个图的比例是正方形。它其实我们的写法非常口语，就是甚至不用像 Midjourney 那样，它要规范，比如说写英文。好，那我也告诉他，我希望的台湾长得像这样，所以他就帮我做了，然后还把大大的数字填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 ChatGPT 整合了之后的应用，所以我们再回来。好，我们刚刚讲的解析图片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所以我也很好奇，我就把我有一天在路上随手拍到一张照片丢到 GPT 里面，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图片上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就问他，哎，你可以告诉我图片上面有什么吗？好，他讲的非常的巨细靡遗哦，这个一群鸽子，OK，有紫色花朵、圆形修剪灌木丛，好，哎，真的有。好，然后有一个候车亭，他应该是在讲电话亭。然后，OK，这个场景似乎位于公共空间或公园，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好，所以很厉害，他可以把图片看到这么细致。
那我们就也会想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通常会用手机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翻拍文件，然后我希望我的电脑帮我把里面资料抓出来，对不对？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做，不过这边我们先做一个 disclaimer，就是它在这一块，因为它不是专门打造来做光学识别的软体，所以它有时候会有幻觉，他看不懂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他看不懂，他会继续胡诌，所以他在英文上还是做比较好。我之前丢给他中文，他跟我讲出来的东西跟图片上面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翻拍文件。好，我贴给他这张考卷，那我们可以发现嘛，上面有手写也有印刷物，所以我跟他说，请帮我截取试题，然后忽略手写，结果他就把题目都抓出来了。好，后面做的事情很无聊，但是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就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媒体答案？然后哦，可以。好，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学校老师，那我会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生题目？好，所以他生出来新的题目了，就是另外全新的5题，哦，6题克漏字，对，好，那我们继续啊，刚刚的这个语音对聊功能，大家可以在课后自己下载 ChatGPT App 来玩看，原本只有 iPhone 的 user 有，现在 Android 上面也支援，那你有一些声音音色可以选，那你就可以跟他做对答。然后最后我们刚刚讲的整合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说大家比较早以前就开始玩的话，会发现它以前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plugin 啊，然后叫做 code interpreter，然后每一个按钮点下去之后，它会换成不同的模式。比如说 plugin 可能就有一些是联网，有些是这个帮你算数学的之类的，它现在全部都整合起来，有点像 Siri，你用语音的方式跟它沟通，它再逐一的把功能叫出来。所以我们用几个应用来跟大家说，这个它可以怎么做深度的沟通，然后怎么样帮到我们日常的行为。那第一个就是叫思考辅助，那大概讲一下这三个。那这三个为什么会应该是说起心动念也是因为好，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在管理学啊，或是你在如果你是创意产业背景的人，你可能会用一些方法论。那这些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想得更彻底、更全面。那所以这边就起心动念想说，哎，那会不会这件事情 ChatGPT 也做得到？只要我能够教他用这些方法论，他是不是就有办法也把这件事情做完，而且搞不好做得比我好？所以我可以拿它来做脑力激荡，可以做思考辅助。所以就用了这几个方法，第一个叫 Mind Map，然后实法则，还有第一性原理 First Principle。好，所以我们快速的讲一下这些方法是什么。其实 Mind Map 它就是一个视觉化的思考工具，你把你的这个 topic 放在正中央，它这个中心之后，你去让它向外延伸，你去想说，哎，你想到这个 topic 之后，你会想到什么其他事情？你马上想到第一个念头的东西，就把它写在那个画在图上。那你可以再把它当做是下一个中心点，继续往外延伸。所以它会长得像这样，你有一个 mind mapping 的这个 center，然后你的比如说目标啊，你的习惯啊什么其他就可以往下长。好，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做什么呢？通常是拿来创意产业上面去使用，包含说你要想一个行销专案啊或什么的时候，你的产品放中间，那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做联想。那这些联想的东西每一个之间都有关联嘛，所以最后你想出来的东西搞不好就让大家觉得哦出其不意，这个东西竟然可以，但是大家都很有共鸣。这个东西就是 mind map 实际上的用途。所以我们的 prompt 可以怎么用呢？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先确保说 ChatGPT 它知道 mind map 是什么。那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说，好，我现在要进行一个任务，叫做广告发想。那这个商品叫什么？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填空让大家自己写。那希望你透过 mind map 的方式，把它这个从中心点出发，然后进行各种联想。那我们也希望他想深一点，所以我们请他想好几次。什么意思呢？这样子叫做想一次，这样叫做想一次。所以像这几个大概就是想了1次、2次，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想得深一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不确定他画图画的好不好，所以用文字方块呈现。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好，mind map 心智图。OK，所以我今天想要做的产品叫做pizza 好了。好，我这边前面的 prompt 很直接，就是我问他，哎，你知道什么是 mind map 吗？因为我怕他胡诌。OK，他看起来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们直接看我们的应用。我现在想要进行创意发想，这个商品是 pizza，请你帮我画个一个 mind map。所以他就做了 pizza，然后他先想到配料，配料又想到哦，cheese 是一种配料，番茄酱是一种配料，馅料是一种
然后cheese 有 mozzarella cheese，然后这个 cheese 很厉害，它可以拉丝之类的。好，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拿这个东西继续想，所以就跟他说，根据目前的，我是不是可以再往下延伸？所以他就真的帮我去把后面都做出来了。这个是蛮厉害，就是通常我们想这东西可能会要个1-2个小时。好，那这东西怎么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刚刚看我们不是看到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它有这个拉丝效果嘛？结果印象中发现，台湾的披萨好像还真的做过这件事。他在很久以前有做一个社群分享，是你的这个拉丝可以拉到多长。好，这个只是一个资料佐证。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10-10-10法则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管理学的东西，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刚刚那个是创意产业在用的工具，那这个10-10-10做什么？其实就只是让你在做决定前可以谋定而后动，就是你不要冲动做决定。所以举例来说，10分钟后我这个决策可能会产生什么事情？10个月后又怎么样？10年后又怎么样？通常可以拿来帮我们做理性思考。那 ChatGPT 是机器，它铁定是够理性的嘛，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所以这个 prompt 也很简单，请按照10-10-10法则告诉我在这几个时间点的这个情况。那我就设想了一个东西来给他帮我分析。好，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跟同事在争执，然后对方呢，他偷偷用我的印章在帮他的这个文件上盖章。那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当下最想要做的事情揍他，但我就想这可能会怪怪的，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想了其他的几个。第一个是告他，因为这东西看起来有伪造文书，但是告他好累哦，那怎么办？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跟人资部门申诉？所以好，我想请 ChatGPT 帮我做这样子的这个分析，然后帮我决定说哪一个最保险，然后又最有效。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大概像这样。好，我一样先问他了不了解。然后 OK，然后他就分析了。好，用10-10-10，所以揍他，我们也可以用这3个时间来看。10分钟后 OK，看起来快又有效，你可以发现你的怒气。好，但是马上可能就会有一些负面后果。然后10个月后，好，看起来这个揍他会被人资部门这边有记载，所以可能对你的 career path 有些影响。好，而且对方可能会告你，或者你被公司会开除你，所以10年后看起来我们就不用特别看。好，人资部门申诉，10分钟后，OK，人资的这个行政程序可能不会马上有效果，所以你10分钟内可能还会不舒服，但是10个月后看起来调查会有一个妥善的结果，那10年后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告他，告他这边也很有趣，就是 OK，因为10分钟的时候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有下文嘛，那诉讼的特性是它的程序很长，所以搞不好10个月后也还不会有，但是10年后会有，但是它可能会造成很多负担，所以总结看起来 GPT 推荐我们使用方案2。好，最后来快速讲一下 first principle，因为我们后面这边可以有一个实际的应用案例，然后还蛮有用的。First principle 它其实是Elon Musk 很爱使用的一个方法论。那这个方法论呢，其实它很久远，它在那个哲学里面就被用到。它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太复杂、太庞大，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逐项拆解嘛，然后把它拆到最基本。拆到最基本之后呢，再逐一的去检视，然后去做分析。所以你当然要先去做定义，然后分解，然后再把它组回来，有点像河内塔那样组回来。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呢，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件事啊，我们把这样的东西放到 prompt 里面，我们可以请它来帮我们回答一些很大很难的问题。举例来说，什么问题呢？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议题是在讨论，今天的课在讨论是数位转型。那如果我一间公司要做数位转型，那要怎么做？那我们可以请这个闲人 ChatGPT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所以 OK，请问你知道什么是 first principle 吗？看起来他是知道的，所以来看一下。好，我问的问题，它非常的这个有凭有据，因为我们当然先知道，好，生存是什么，所以怎么生存，什么叫生存，然后时代潮流又是什么？那 OK，看起来他知道说现在数位技术、数位化是潮流，那什么是数位转型？好，这个是根本的这些定义问题，然后 OK，基于这个他就开始给一些策略，所以后面就是策略跟这个做法。
然后所以最后有一个总结。好，这个东西叫做 first principle。那为什么我们会要介绍这个呢？我们现在有个比较复杂的任务叫做规划投影片大纲。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ChatGPT 可以帮你做一些比如说写报告啊，或是写文章这些事情，所以它其实可以很厉害是打草稿。那这样的应用也可以用在规划事情上，包含你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 project 也有办法。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这种比较复杂的任务呢，它的 prompt 一定要写得够好。像我们刚刚前面的 prompt 其实都写的还是蛮简略的。那真的 prompt 呢，你如果任务很复杂的话，你要逐步的沟通，由简到复杂，然后再就是你用明确的命令句，然后内容具体。好，怎么说呢？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这个 prompt 够长的话，可能要包含以下几个资讯哦。你要先让他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要提供他一些可以判断、可以使用的资料。这个东西我们建议分段落来写，所以第二个段落会叫背景资讯。那第三个段落呢，则是告诉他说，好，我告诉你了我所有的东西了，请你依照这些资料去做某些事，做的事情放在步骤跟指令。那最后是输出，因为ChatGPT 会用文字去告诉你这个结果是什么嘛，那你可以规范它输出规格，举例来说，你请它条列式，或是你请它帮你这个写成英文，或是你请它帮你画成图，这些东西可以放在输出规格。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请他帮我规划一份投影片，可以怎么做？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架构，你先讲目标，那目标可能就是，哎，请帮我做一个投影片规划，然后这个题目会是什么？然后我是要讲给谁听？那当然这样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跟后面这有点重复，但没有关系。对，背景资讯、简报主题，然后简报的任务，那我们的听众是谁？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听众，可能是比较这个比如说刚离开学校或是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然后课程时间就是这个课程多长，因为这会决定了它这个生成内容的多寡，然后再来是细节的步骤。那我们刚刚提到几个方法论嘛，包含说 first principle 跟 mind map，那这些东西都很适合在 idea 的扩展的时候使用。first principle 是 idea 的分析，mind map 是 idea 扩展，所以请他帮我去想一下，如果我的这个简报题目要写成投影片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展开？那接下来才会做到底下几件事。第一个是规划简报大纲，而且这个大纲要包含主项目，还有次项目。那次项目可以不限一个，然后这些每个项目呢，你都需要说明。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输出规格去规范它，不要乱写。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应用案例。OK，所以我们刚刚的那个 prompt 啊，我们把那些空格都填起来哦，请以 ChatGPT 应用为主题，规划一份投影片大纲。所以 OK，ChatGPT 应用，然后听众是20到30。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首先是开场，他还告诉你说这一部分建议15分钟，然后有个主题介绍，OK，ChatGPT 的概念跟它现在的地位，然后它的特性，然后我们这堂课的目标当然是让大家去知道它的应用，但其实是要激发大家开发新的应用。OK，然后第二阶段则是它的基础知识介绍，包含它的原理，那原理就会讲一些比较技术面的东西，比如说它背后是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机器学习，然后它怎么样做数据收集跟模型训练。然后再来呢，则是它在各个场域下的一些功能应用，然后讲一些特别的 case 的示范，比如说如何回应复杂的搜寻的这些情境。再来才是日常应用，包含说它列举了可以在学校教育上面用，或是可以在工作职场上用。那工作职场呢，我可以拿来做简报，可以写 email，可以做报告。然后呢，则是有一个实作的部分，实作部分就是没有，刚刚讲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通用的这个日常应用。那接下来就是，那我在专业领域，如果你是特殊身份的人，你可能会需要开发程式，那你可能会需要做产品开发。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应用？最后实战，然后再结论。所以 OK，看起来相当的完整，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可以继续拿来做纲要，然后延伸的内容。好，那刚刚用非常快速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前面那些方法论为什么有用，为什么可以拿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
那我们也介绍一下现在的 ChatGPT 它的生态系已经逐渐的就是完整了。就现在有个东西叫 GPT-S，那这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是 iPhone 的话，大家可能平常下载 App 都是去 App Store 嘛。那如果你是 Android，你会去 Google 的 Play Store。那这两个特性是什么？它有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啊，我如果是开发者，我可以自己开发 App。那 Apple 跟 Google 就可以在这个 Store 上面去收费，所以他们有一套商业模式。OpenAI 也想要打造类似的东西，所以它做 GPT-S。所以今天所有人都可以在 GPT 上面做一个自己的这个 App，然后让大家使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画面长怎样。其实现在的 GPT 啊，如果你没有就是你有这个账号，然后你有付费的话呢，它会长像这样。左上角有个东西叫 Explore GPT-S，所以我们点进去会看到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什么 Music Teacher、UX Design Mentor，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资料分析 Data Analysis 之类的。那我们这边介绍一点点我觉得还算有趣的 GPT-S。第一个叫 Diagram，Diagram 它的顾名思义就是帮你画流程图，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心智图是不是可以拿来画一下呢？所以来看一下，好，这个 Diagram 它就是进来之后，其实页面还是长一样，那我就一样就是把我们刚刚在 Pizza 那边的 My Map 直接贴上来，所以它其实长得很丑，这个东西其实不好看阅读嘛。好，我请他帮我把它画成图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然后所以披萨在中间，然后烹饪方法、消费场合、配料，消费场合像这个就分什么派对嘛，自己吃、家里吃，看起来非常的完整。好，这个是 diagrams。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 social butterfly，这个social butterfly 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片语嘛，它意思就是社交之花那种，就是很擅长做交际。好，所以这个 GPT-S 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帮你规划社群的行销的一些启程。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什么事情。好，我们继续回到披萨。我希望呢，这个披萨的新品啊，它的 cheese 非常厉害，它可以拉丝。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根据这个呢，去规划一个行销活动？所以他就发现，他就说，好，那你可以，你有一些目标啊，然后你的这个内容，你的策略是什么？你可以用视觉方式去做，你可以做 UGC，可以做用户生成内容，然后你可以在哪些平台呢？IG、TikTok、Facebook、Twitter，还有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叫 Pinterest。因为披萨这种东西是视觉类的，你可以在上面创造一些食谱，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就想到说我可以来吃披萨。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推广合作。好，这个是 Social Butterfly。好，然后这个也蛮有趣，叫做 Books。Books 它据说是这个它的 database 里面有世界上各种书，然后这一个 GPT-S 还有被ChatGPT 的官方推特就是拿来推荐。所以你如果想要读特定内容，你可以来问他，然后请他给你一些建议。所以我就想确定说他是不是真的读过所有东西嘛，我就问他说他知不知道《三体》啊？结果他还跟我去很详细介绍《三体》里面的内容，而且都是正确的。好，我们刚刚的时间呢，把这个 ChatGPT 的各种应用，就是如何导入到工作里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帮忙，这部分都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换到另外一个场域，影像。生成式影像工具操作 Chapter 3。好，这边我们其实就约定成熟用了习惯的工作方式，就是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文字呢，就去控制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软体。所以今天介绍所有的这些工具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用文字呢，我希望可以让它把影像产生出来。所以其实现在网络上大家在使用的这个工具呢，大概有这一些。那我们稍微也会做一下介绍。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 Mid Journey，那它的特点呢是风格非常细腻，它可以做到非常细节的这些功能调整。但它问题是它界面比较不友善一些，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用 Mid Journey，你要有一个平台的会员叫做 Discord。那 Discord 有在打电动的同学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你在上面跟你的这个队友啊用语音沟通会非常的顺畅。好，这是 Mid Journey。那另外一个叫 Stable Diffusion。
Stable Diffusion 它的特色是它是免费的，它是开源的，它是一个你可以下载下来自己用的一个软体，所以它这个很棒。那它还有一个特色是说它的背后开发者很多，所以做了很多的外挂，那些外挂都可以再载下来用。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它的变化性高，可控性强。但它的缺点就是你要自己安装，而且你要有 GPU，你要买这个打电动用的显卡才有办法跑。那 Photoshop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往啊影像工作者都会用 Photoshop 来做一些影像细节的编修嘛，所以他们也把这个生成式的这个功能呢放进来，所以如果有些东西你不是就是你没有拍到，那你可能想要直接把凭空生出来，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我们等一下也会 demo 一下。那还有两个，一个叫做 TensorR，TensorR 则是这个其实它现在非常强劲，就是很多 user 都从 Midjourney 跑到了 TensorR，因为它就是在线版的 Stable Diffusion。那它很厉害的是它画风写实，而且目前还有免费版，所以大家如果课后有兴趣也可以去用一下。那 DALL-E 3我们今天前面就介绍过，它是已经跟 ChatGPT 整合，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ChatGPT 里面使用 DALL-E 3。那这边没提到，其实还有就是说 Microsoft Copilot，然后这个叫 Tanger AI、Krita 这些，所以这一些真的只能说是我现在就是观察到的状态，那可能明后天、下个月就不一样了。好，那 Midjourney 的这个现状呢，是它已经没有免费版了，你至少一个月要花$10才有办法使用。但它的好处就是说，OK，它是 commercial use 的，所以你生出来图片，你也可以用在比如说公司或是一些行销专案上面，或是你的其他用途。好，那它的特点是要使用 Discord 来做操作，我们等下就会操作看看。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那 Midjourney 的 prompt 比较有趣的是说，它如果要生图啊，开头都要是 imagine，我觉得这个词选的蛮棒的。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想要把这段东西变成图片，好，来看一下是什么。Taiwanese，然后台湾人，然后光头，然后穿着日本的服装，这个是羽织，然后拿着麦克风，OK，好，来看一下，好，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生成过的就是长得像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来跑一下，时间好像还有，好，85，其实已经很清楚，OK，好，我们来检查一下是不是符合叙述。台湾人，OK，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但知道他东方面孔，然后穿着日本的服饰，应该还算像啦。拿麦克风，OK，energetic pose，OK，好，那我们会发现底下有这些按钮，这些按钮是什么？我先随便按一个好了。第4个，好，它其实就是把图片放大，把我们刚刚，因为这边是让你用这4个图去选择你要什么，OK，好，我们回来。所以像刚刚这4个图底下的按钮 U，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放大看原图。那你在放大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片载下来，你就可以用。如果是你满意的话啦，那 V 则是我不满意现在的东西，我想再看更多，我可以根据我现在选的那一个去做变化。所以如果是 V4 的话，就是右下角这张图，那它会去基于现在的结果再去做一些变化。那好，如果我们刚刚点进来之后，它会再有更多的按钮可以按。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些按钮是什么。Upscale 顾名思义就是这张图会放大，因为原本的 Midjourney 就是可能去年的版本，它的图片的解析度没有办法太大，所以放大的时候不好使用。那现在它内建的 Upscale，那 Upscale 有差别是说，一个是 Subtle 模式，一个是 Creative 模式。那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理解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 Photoshop 里面把图片放大的时候，它做的事情是根据你原有的内容去放大。所以假设你放大10倍，图片会不会很粗糙嘛？它的解析度会不够。但这边是人工智慧的放大，所以它会把图片放大之后再去重新计算每一个像素应该要长怎样，所以就会有模式的差异。Creative 是说它的容错率会更大，所以它可能还是会乱长。那 Subtle 则是会跟你现在原本图片肉眼可见的一样。那 Vary 是什么意思呢？ Vary 的这个开头是 V 嘛，就跟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V 一样，它就是会在基于现在图去生出一些细微的差别。那我们等一下来玩一下一个东西，叫做 Vary 的 Region 模式，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说这是影像编修的原因，是因为 Midjourney 现在这个新功能，让你可以针对特定的部分去做修改。所以举例来说，我点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它会跳出来一个图，你可以在这个视窗里面呢，去把你想要变化的地方框选出来，然后我们通过 prompt 的方式去更改。好，那我们既然这个是一个线上的
的这个课程，我们就来玩一下。有没有同学可以用语音的方式跟我讲说你想要变成什么？马铃薯先生。马铃薯先生，好，我就直接翻 Holding Mr. Potato 吗？对。好，我觉得会变奇怪的东西，请大家，好，我重新来。我觉得马铃薯先生可能比较大一个，所以他可能这样。好，大家可以注意到我这边的 prompt 呢，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改，但原本 microphone 的位置呢，我换成了 Holding Mr. Potato。好，下一个好 On hands， 会变什么啊？好，我们都看到嘛，那它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就来耐心等待一下。好，Midjourney 现在对于手的那个形状已经就是很成熟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图。好，是马铃薯吗？我觉得蛮像的啦。我觉得比较像那个芒果。好，没关系，大概是这样。哎，这样很好玩，对，这样有互动的感觉。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 Very Region 的模式，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把图片再变成你就是很明确要的东西。那我原本是希望他帮我拿着宝矿力水的啦，所以看起来他比较知道宝矿力水的长怎样，而比较不知道马铃薯先生。OK， 好，那还有什么呢？它也可以 zoom out。zoom out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拉远嘛。所以如果说这张图片拉远会发生什么事？理论上人会变小。所以我这边就示范了一个 zoom out 4倍的样子，他就把他全身都就是 demo 出来了。那大家会好奇说，哎，4倍怎么做？其实我就是按2次 zoom out。那它当然也有一些客制化的 zoom out，就是你可以用 custom zoom。好，那底下这个呢，则是上下左右移动镜头。所以一样啊，如果我按左键，代表我的镜头往左移，所以人会变右边，所以它会变这样。所以我就可以把一张方形的图变成一个我可以放在桌布当底图的东西。好，然后还有一些很细节的这些参数，但是这些参数很重要，所以就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我图片的这个长宽比，然后第二个则是我的图片如果想要拿来做底图的话可以用到。我们等一下会图片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到底长出来是什么。然后还有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新功能，叫做 Character Reference。它做的事情呢叫做角色一致性。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生10张图，但是它的目的其实是要来勾勒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一定会希望我每次生出来图片的里面的人物都长得是固定的，那我就可以用 Character Reference 的方式去做。那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呢，就是在 prompt 后面呢加一个这样的参数，然后你用连接的方式把你的要的角色的图片呢放进去。然后这个呢 Niji 则是 Midjourney 的模型的特化版，它非常擅长手绘跟漫画风格。我们来逐页来看一下，Aspect 就是 AR， 它可以去帮你制定各种不同图片的大小，所以你就不用特别做裁切，你可以直接让这个 Midjourney 生成你要的图片的比例。那 Tile 呢，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无限拼接图，所以这个现在方框看到呢是它生出来的图片，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拼成一个很大一张的背景图。这个东西其实在平面设计上面很方便，很好用。那刚刚的这个角色一致性呢，则是如果我想要让它生成我要的样子，那我可以做这件事。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演员叫渡边谦，所以我就 character reference 的这个，所以就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后面的 prompt 呢最后加了一个 CREF， 然后一个连接。好，所以生出来的人呢，就至少发型跟眉形还蛮像的。我觉得左下这样最像。好，那 Niji 则是动漫风格，所以举例来说，我想要做一个鲁夫在台北101前面就是跑的画面的话，我就可以写底下 prompt One Piece Luffy running， 然后 OK 底下写Taipei Street Scene， 然后夜景，然后台北101，好，可以做出这样的图。OK，那再介绍一些其他功能。包含说，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在prompt 里面放连接了，所以其实平常也可以直接使用。举例来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室内设计，然后我想参考网络上的图，我就把这网络上的这个连接呢 copy 下来，放在 prompt 里面，然后我告诉他 a cozy living room， 结果它生出来的图都是蓝色系的，所以代表它有读到图片资讯。
那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图片的这个合并，或者说把这两个风格混用。所以我就拿了这个 Windows XP 的桌布，然后外加一支长颈鹿，看它可不可以做。那它的这个使用界面呢，其实就长得像这样子。好，我们稍微 demo 一下下，但我不拿来生图，就是一样。Discord 的界面底下是不是可以打这个文字？所以我们就打斜线，好，然后 blend 之后，它就跳出来两个框框，那这两个框框就是放我们要的图。所以举例来说，这个跟这个，好，我们按下 Enter，它就会开始生成了。好，那所以我们合并就发现，哦，长颈鹿跑到这个桌布里面了。那会发现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不是把这样的功能拿来做这个图片合成用，因为它是一个人工智慧生成的模型，所以它不会真的长得跟你原本的东西一模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哎，这个 Windows XP 的草地好像不太一样，但又有点像。OK，那大家也会好奇啊，就是如果我看网络上一张图我很想知道它怎么做的，但是这个对方没有把 prompt 公布，我们可以用逆向工程方法去得到。所以使用的东西叫做 describe，就是要在文字列打 describe，然后把你的图片放上来，它就会用好几种方式跟你讲它的 prompt 可能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 prompt 再拿去输入，变成一个新的图片。好，我们再来两个短短的这个 Midjourney 的 demo。好，一个好了。这边会跟大家讲，就是 prompt 在 Midjourney 里面很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有些特定的关键字，它表示的是一个特别的意义。举例来说，它可能是构图，可能是排版，可能是某个艺术家风格。举例来说，你要做梵谷的印象画派的话，你可以在 prompt 里面加 Van Gogh。然后我们就来试一个关键字叫做 Knowing。Knowing 的意思是有一阵子很红的嘛，就是我是一张俯视图，然后把这个里面的就是把这个主体去做解构。举例来说，这个关键字叫做 firefighter，那它就会去把这个消防的相关的器材都展开来放在平面上。所以右边这张图，它的 prompt 其实就左边这个 arrange by a knowing layout。所以我们来试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想把类似概念放在这个餐厅，让寿司也可以变成这样，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好，我们把这个场景都删掉。好，一些时间。好，开始有个雏形了。看起来这个视角是对的。我们看到一些手，看到师傅的头，所以 sushi chef make sushi。好，结束85%。好，我们挑我挑右上好了 YouTube。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图长怎样。OK，对，确实它是有一个这个 knowing 的概念。我们有看到图片下方是食物的雏形嘛，那中间是食物的成品。OK，好，那大家一定会想知道说，哎，那我如果我想要学一些其他人怎么用 prompt 的话，那怎么办呢？这边有两个网站，第一个叫 Prompt Seeker，一个叫 Prompt Library。它有就是其他网友在这个产生出来的 prompt 的图片跟它的这个原始文字。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爱好者也有成立两个 Facebook 社团，上面都超过10000人。第一个是这个综合性的，就是生成式艺术的咏唱师，然后再来还有 Stable Diffusion 的社群都可以参考。好，那我们来快速的用 Photoshop 玩一下这个它的功能，就是如何做到细节编修。好，先讲一下，就是 Photoshop 现在其实你必须要是 Adobe Cloud 的订阅会员才有办法用。那这个大家应该有在玩的话会知道。那 OK，Photoshop 一个月是746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demo case。好，我想要让 John Cena 穿衣服怎么办呢？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细节编修嘛，所以我们就把它不想要出现的地方框起来。所以就是我就把它这个上半身框起来，然后大家就看到这边跳出来一个小的视窗。应该看得到吧？我应该有成功的切过来。然后这个地方点下去就变一个熟悉的界面，它很像我们刚刚 Midjourney 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那我们就打上我们想要让它出现的东西。
那我原本就已经跑好了，我希望他帮我穿一件 denim jacket。好，那当然也可以换一些词，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一件太小了，我希望他穿的 oversize 一点，所以好，比较大件的，大概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 part。那它可以无中生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木屋的这个图片，我想要让它放在一个非常风景漂亮的地方，那怎么办？我其实可以就把这个图片拉大，然后把我其他部分呢框起来，然后下不同的 prompt。所以如果我想要让地板上是草地，OK，草地来了，然后我想要背后是山，山来了，然后我想要让后面呢是蓝天，可以是蓝天，而且这个蓝天它每一次生成的，它都会给你好几个选项，所以你可以选很蓝的，也可以选比较淡的。那最后我的这个前景，我希望有两只牛，OK。好，所以这个大概是 Photoshop 可以做到的极限。那好，我们回来。好，那这个是生成式影像的编修的部分。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音讯。音讯的部分，如果是多媒体工作者，应该会觉得很实用。那当然，如果你不是，你只是想要听音乐的话，也很好用。好，所以先讲一下它的领域分别。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语音嘛，那其实现在这个技术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像现在很多 YouTube 的这个语音啊，或者像大家应该对有个那个声音很熟悉，就是注意看这个男的太狠了的那个也是生成式语音。那 OK，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针对现有的录音呢去做优化。那再来就是音乐的部分。好，所以这三个会是现在接下来介绍的工具。第一个是 Adobe Podcast 底下的这个加值功能，然后再来是一个叫做 Eleven Labs，它是一个语音生成工具，然后 Suno。好，Adobe Podcast 呢，你只要是有 Adobe 的账号就可以用，你不用付费，它现在是免费功能。那我们可以让大家听一下说这个前后就是有做 enhance 之后的这个声音如何。Here too, not the best place 好，现在听到这个呢是就是我们原本录下来的声音，你可以发现说它的环境音很重，而且有回 to 音。 record audio. Yet with enhanced speech, all of the background noise and echo is gone. 好，那如果我真的打开这个功能会怎样呢？ As if I recorded this in a professional studio. I'm in a conference room with the window open, and it's pretty echoey in here too. Not the best place to record audio. OK， 好，那这是第一个功能，是把我们的声音呢变成录音室等级，所以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那再来呢是 TTS，就是语音生成。那 Eleven Lab 是一个应该是美国一个很厉害的新创公司。那它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我的文字输入之后呢，它会帮我念出来，而且有非常多不同的音色可以选，甚至可以帮你做到 ASMR。那我们来听一下。OK，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给它一段文字， Welcome. Select a voice and click the play button below to hear our AI text-to-speech technology in action. Notice how natural I sound? I can even speak multiple languages. 好，如果你要 ASMR 情境也有，是 Nicole。And whispery American with a soft and whispery American accent. I am the ideal choice to create ASMR content. 好，但如果你想要非常的戏谑的声音也可以，我们就拿同样的声音来做看看。With a soft and whispery American accent, I am the ideal choice to create ASMR content. 好，那么这个东西我就不 demo，就是它其实呢擅长的还是英文，虽然它支援56种多国语言，但是如果给它中文，它其实会有奇怪的腔调。可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让自己可以讲很正统的英文的话呢，你可以使用它。什么意思呢？它的付费功能，付费会员有这样的功能，那它付费其实蛮就是亲近的，它1个月只要花$3就可以变成付费会员。那你只需要自己1分钟的音档，你就可以让你去做成刚刚的这种模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先前就有把我的声音传上去了。现在这个是我之前做的声音，叫 Shen 0408。好像比较久。Welcome. Select a voice and click the play button below to hear our AI text-to-speech technology in action. Notice how natural I sound. I can even speak multiple languages. OK， 好，这个就是Eleven Labs 它的功能。好，会发现讲英文蛮标准的，而且还有英国腔。好，最后一个呢是 Suno AI，Suno 就是被称作是音乐版的 ChatGPT。它的这个特色呢，直接实做一首歌看看。它的特色是说，你可以把歌词，就是你可以写一段 prompt， 大家是歌词。那另外一块呢，是你可以把曲风用文字方式去叙述。课程呢，我们用一首歌来总结好了，就是很久以前那个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叫我背《长恨歌》，《长恨歌》很长，它是白居易的一首这个算是诗，还有800多个字。好，如果我今天想要用很愤怒的方式，让它就是这样，这个 Suno 的页面呢，它有个地方可以去创作自己的歌。那我们只要按下产生，它就会生出一首歌。所以这个是歌的，来听一下。中国我是个美国，会去做你就不得，要带有没说强盛，要在社会人危险，其上面是难去黑，也出现在滚龙车，滚龙也想摆美声，路公分带入颜色，传染。好。大概是这样，所以这几个东西呢，给大家就是参考看，就是或许生活中或是工作上或是一些地方可以用得到。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其实今天这样应该很明显，其实很多的这个创意呢，都可以在这些工具的帮忙下被实现。就是解放创意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了。你以前很多东西会卡在你有 idea， 可是你有技术门槛跨不过去。那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被这些工具来协助，所以像我们可以把刚刚讲这些工具呢合并起来使用。举例来说，你的 Midjourney 产生的图，你可以透过 Runway 的方式变成影片，你可以在后面用 Suno 去加音乐。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 Q&A 时间。好，然后我们刚刚收集了大家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呢，同学问说，请问技术长在工作中会最常使用刚刚提及的那些工具里的哪个工具呢？以及大致会在什么情境下使用？最常使用的话，应该还是要看我工作上哪一块的最多嘛。那最近比较多的用是这个 ChatGPT。那因为最近需要写一些英文的信，所以其实写英文的信对于非母语人士来说还是会比较花时间。那我就请他帮我打草稿，所以我会贴上这个对方的回信，然后我会跟他说我想要怎么回，然后他会帮我给我一个基本的结果之后，我会再去做优化，这样就省掉非常多时间。这大概是一个。那刚刚的这些多媒体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销的人，你想要做图，或是你是设计师，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你的东西，你就不一定真的要去图库上面买图片。所以举例来说，像 YouTuber， 其实你就有很多素材可以用了，大概是这样。哦，了解。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有同学问的比较长一点，就是他问说，之前在长者聊天时有听到，使用 Moonshot 这个透过 LINE 界面对话的产图机器人，那请问是不是也有那种在现有生成式 AI 上叠床架屋又多一层自己写的界面来赚流量并猛力的软体呢？应该说没错。那这一些的软体的它的特色是它们其实很多都有 API 界面的开发，意思是说像 ChatGPT 你可以用它后面 API 叫做 GPT 3.5、GPT 4、GPT 4 Turbo，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举例来说我是新创公司哈，我可以把它变成我商品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像这个 Moonshot 它其实可能就是在 LINE 里面串了这个相关的 API， 那你就可以透过其他的现有的界面，就是我们的 user 不一定都会在网络上就是去造访这 ChatGPT 的网站嘛，但是你在 LINE 里面，你可能某个聊天机器人就可以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这些生成式 AI 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讲，
算是利多，因为一样就是他们的进入门槛变小了。以前可能要从头到尾去训练一个模型，那现在可以使用现有的东西去做优化。哦，那对想要多问一句，就是那这样嗯子的状况下，如果是使用像 ChatGPT 这种开源的话，是会会有一些可能像著作权、版权或是需要付费之类的问题吗？付费是一定要的，那付费当嗯然就是应该说我稍微介绍 API 的这种商业模式哦，它通常是根据用量来付费，所以像 ChatGPT 来说，它的用量就是字数。那假设你今天的这个模型啊，你是跑去做这个什么摘要工具，那人家可能就会上传一大堆文字给你就摘要，那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背后，因为你的字数很多，你就会被抽很多的钱，你还没开始赚钱之前，你就会花一堆钱。接续前一个问题，另嗯外问说如何辨别像这种就是在原有生成式 AI 另外再叠一层这种状况的软体呢？这个可能比较难一些，因为你不会知道它后面串的是什么服务，或是说它宣称它有 AI，但是它可能用了其他方式去制作，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通常只有开发者自己出来介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了解。看到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我会蛮想要去看看这个 Moonshot 的是怎么使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到第4个问题，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当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后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请技术长帮我们再用文字回复这样。对，好，那第4 OK 个问题是请问目前市面上分析语音档案进而产制逐字稿的软体，都还是采用订阅制吗？做逐字稿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解法。举例来说，像 OpenAI 它自己有一套软体叫做 Whisper，Whisper 它就是用 API 的形式去串接，所以通常只有开发者才有办法用。那 Google 也有自己的，然后 App 叫雅婷逐字稿，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它是一个 App。那雅婷逐字稿就可以帮你把你的这个语音档案变成文字，而且它甚至可以做台语的这个版本。那对，所以这些它大部分的这都是采用订阅制，但其实也有这种买断制的软体，所以那因为语音辨识算是走的比较早的产业，所以我之前也有研究过有可以下载下来的，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软体。那当然它的这个表现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些线上的这些服务好，因为线上服务它的特色是背后的运算资源是这些公司提供的。那我们问题可能先到这边。那今天我们技术长的讲座是不是超级实用又有趣呢？希望大家可以讲座结束之后呢，马上在自己的日常中使用到这些小工具跟功能，让大家职场的生产力都可以提升，好吗？那今天非常感谢沈胜勋技术长以及大家热情参与的同学。